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你在乎的老车。看完开头，相信不用我说，大伙也都知道老车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剧了。对于游戏玩家呢，这应该是国产3D 游戏的经典之作；对于 IP 剧粉呢，这应该是最值得大伙期待的正统续作。不过今天吧，可就别怪老车给大伙泼冷水了，啥这做那做的，啥做你也别寻思看了，因为咱们今天将要迎来的是菊姐的大型古装仙侠益智剧《仙剑奇侠传4》。哦，不对，应该说叫仙剑4。说实话，你要从起名上看吧，这剧组的确是实事求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啊，《仙剑奇侠传》没了，就剩下仙剑了，说明什么呀？说明那些想看人物性格有特点的、主角行侠仗义的、剧情还原原著的朋友可以往后稍一稍了，因为这剧和你所认知的《仙剑奇侠传4》游戏本尊虽然说有点关系，但是不太大。这么说吧，除了角色名以外，你无论从演技、剧情、服化道还是布景，没有一个是能和原版做比较的。是的，你没有听错，老车做这么长时间视频，还是头一回拿电视剧和一个10多年前的游戏做比较的。而且最招笑的是啥呢？电视剧还比不过。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老车你这么说就有点扯了。那10多年前的游戏，人物建模连面部表情都没有，而且字幕上全是例会，你怎么能说一个游戏比电视剧的演技还要好呢？说实话，如果我没看到这剧之前，我和你是一个想法，因为一个电视剧即便制作的再差，它也不可能差过10多年前的游戏吧。但谁成想这里面的演员真的，可能我说这话有点缺德啊。我发现我环视一圈这里面的主要角色，咱们菊姐这演技还算在这里面演的比有不错的呢。真事儿，我看了10来集，除了那些上了岁数的老演员咱不能算啊，类似像洪建涛演的这种角色，不信您就细品品啊，这里面的年轻演员是要么扑克脸，要么就干瞪眼，除了一脸冷漠就是表情奇特。不吹不黑的讲，经过这些角色一衬托，我有一种咱们菊姐要拿影后的错觉。真的，与其看这些演员表演，我还真不如把游戏再打开看看人物例会过瘾呢。当然光凭这一点，咱们只能证明这剧的一些演员不行，但是无法证明他没有游戏好。这样，既然咱们都说女主在这里面的表现还算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就矬子里面拔将军，看看她和游戏里面的配音到底谁更强，让各位感受一下，看看哪个情感更到位。原版中的女主角，你洗干净你的耳朵，听好了。本姑娘韩灵莎，好歹也算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几时成了你嘴里的猪腰猪肝了？是女人，爹说过的那种。越说越过分，你倒是说说，我哪点不像女人了？剧版中的女主角，我好歹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几时成你嘴里的猪腰猪肝了？少女，你该不会连女人都没见过吧？来，就大伙你摸着良心自己说，这俩韩灵莎哪个语气更真实，哪个说话更接地气？我想但凡是少点粉丝滤镜的朋友都不会说剧中的台词和语气更好吧。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又该说了，你说的这些和我们菊姐有啥关系？都是配音演员配的音，你要喷的话也应该喷配音演员去。确实我也了解这点，没看我一开始就说吗？咱们今天说的剧呢是大型古装仙侠益智剧。啥叫益智啊？就是需要配音演员翻译的剧。当然虽然说这剧都是中文不用翻译啊，但我就不明白，既然配音演员配不好，那为啥不用原声呢？哎，你看这玩意儿也巧，从咱们菊姐上部的迦南传，再到后面的花荣，再到今天的仙剑4，这家伙一个个恨不得全员都用上配音演员。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我看的是早期的韩剧中配呢。说实话，你要说你是武神赵子龙里的林允儿，刁蛮公主里的张娜拉，宝莲灯里的朴世妍，你用配音演员这事儿我连提我都不带提的，因为你不是中国人呢。哪怕就是大话西游，你本身就是方言片，你后期用配音这咱都能理解，可你这剧也不存在这些问题呀。当然也不光是咱菊姐的剧，现在很多古装剧主角都不用自己配音，用的都是配音演员。反正咱也不知道是普通话说不好啊还是怎么着，不过平心而论，咱们菊姐在这剧里还算不错了。游戏里无论是配音还是台词，刘梦里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大家闺秀。到了咱这剧里呢，我说这位演的是一个木头人，不过分吗？而且最主要的是，这剧还把突出柳梦离性格特点的戏份都给删了，直接魔改了。当然说到
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这剧的剧情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也巧，老车第一次玩仙剑系列游戏的时候，正好就是《仙剑奇侠传4》，因为早期仙剑的作品都太古老了，而且都是 Q 版人物，我也不乐意玩。而《仙剑奇侠传4》呢，正好就是开始精细做人物建模的一步。虽然说这是一个 RPG 游戏啊，但就剧情的角度讲，我感觉《仙剑奇侠传4》绝对要比1要好。这剧情也丰富，台词也搞笑，结局也更能让人接受。这不，游戏中的剧情呢，是主角云天河在山上常年与外界隔绝，给父母守墓尽孝。结果有一天，男主在抓野猪准备吃肉的时候，突然在父母的墓中结识了女主韩灵莎。俩人呢，在对付完墓中出现的魁兆之后，女主就打算帮男主打听他父母的过去和经历，然后俩人好一起去琼华派修仙。结果在赶路路过寿阳城的时候，男主正好就遇见了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也就是寿阳的县令。这不，在他府中做客的时候呢，得知了他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而是男主他爹多年前交给寿阳县令寄养的。而这个县令的养女呢，就是咱们另一个女主柳梦离。而柳梦离呢，为了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于是仨人一起踏上了寻找各自答案的道路。真的，就这游戏剧情你都不用改，直接拿来当剧本，只要是稍微演好点，这剧都不可能是烂剧。结果你再看看《仙剑4》这编剧改的啊，真的都给我改笑了。首先这剧说女主上山后想方设法的偷男主手中的剑，这纯属扯淡。因为人家原版中女主上山是为了找剑仙，寻找修仙的方法，再加上自己老本行是盗墓，顺便我才盗个墓。至于她为什么想修仙，是因为女主他们家族里的人都短寿，而女主呢是想通过修仙的方法来提升寿命。虽然说最后在他伯父那儿得知短寿的原因就是因为女主他们家盗墓的事儿，修仙根本就无法提升寿命，但前期女主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修仙，更别提剧中一开头什么小猪妖大猪妖的，人家原版中男主就是杀猪吃肉，所以这剧硬是把一些合理的剧情给改不合理了。当然我也知道剧组是怎么想的，不就是想给其他角色增加戏份吗？好多往里面塞一些角色，用咱们神隐里露丝的话说，就是别管合不合理，全都给我勾里头。当然你加角色我也就忍了，毕竟也得考虑到带资进组和水时长的因素。可你后面男女主进寿阳城这段直接就把原著的剧情侧重给改了，你这不胡闹呢吗？这远的不用说，咱就说男主与寿阳县令相认这段，人家原版中之所以能相认，是因为男主和他爹本来长得就非常像，不然后面也不会被太平村的人追着揍。可大伙儿您反过来再看看这剧啊，说男主和他爹长得一点都不像，还需要男主跟个中二病似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报号才让人认出来。而且人家原版中男主对女主也没有那么强的保护欲，因为男主长期在山上隔绝，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什么贼呀、坐牢啊、县令啊、官差呀都不懂。你算吧，在原版中就因为给男主解释这些名词，差点就把韩灵莎气个半死。而且男主云天河也不懂人情世故，常常在原版中就因为一句话整得在场所有人当场石化。真事儿，你对比游戏里的台词，比这电视剧有意思多了。所以说男主演的这个云天河和游戏里的云天河完全是两码事儿。反正我不知道是剧组让陈哲远这么演的还是怎么着。总之与原版的云天河相比，陈哲远演的这个云天河无论从台词还是语气，是既没演出云天河铁憨憨的那个劲儿，也没演出云天河啥也不懂的日常。反正除了会瞪个眼珠子，其余的啥都不像。当然你把男女主整的一点都不像也行，但你别把另一个女主柳梦离给改了啊。人家原版中男主前期根本就不和韩灵莎玩暧昧，虽然说最后韩灵莎嫁给了男主，但前期俩人的剧情就是单纯的伙伴关系。说白了，男主前期心心念念的还是柳梦离。你算吧，在原版中就因为男主看柳梦离的花痴相，韩灵莎都说他色心又喜好几次了，所以前期根本就不可能和韩灵莎玩暧昧。而且最后韩灵莎死后，男主也是和柳梦离在一起的。应该说无论前期还是结尾，这剧的感情线都和原版没有半毛钱关系。尤其是柳梦离这个角色，原版中呢，为了突出柳梦离心地善良，对待所有生灵都有同理心，特意设计了女罗颜和淮南王墓的戏份。首先女罗颜出妖的事儿就不用说了，这剧直接没演。人家原版中仨人来到女罗颜是来调查槐树妖性情温和，为什么四处伤害村民，最后才得知是因为当地村民把树妖的食物都给采光做香料了，导致树妖没得吃了，这才伤人的。也算是在仙侠剧情里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议题。
当然也是这段与小树妖的剧情展现了柳梦离对待万物有同理心的性格，再加上因为男主保护了小树妖，柳梦离也对男主产生了好感，不然后面柳梦离也不会精挑细选送一个弓箭给男主。结果你看这些情节呢，剧里头没演，而是反复的魔改出一堆工具人为了箭追杀男主，然后就是男主英雄救美女主的事儿了，整的就好像前期剧情就围着女主转似的，一会儿又昏睡了，一会儿又被妖气附体了。最主要的是你没演女罗颜的事儿就没演了，这家伙还把淮南王墓的情节和女罗颜的情节给整合了，直接就让主角从女罗颜调到了淮南王墓里。你说你这不搞笑呢吗？这玩过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女罗颜的大坑有7层的，别说掉下去了，你出子进去没半个小时你都找不着道。当然你拍电视剧可以忽略这些情节，但你直接把女罗颜和淮南王墓合并了，这也太扯了吧。而且在女罗颜里得到最重要的土灵珠你也没说，说白了人家仙剑一都知道五灵珠是仙剑的核心元素，你这直接就忽略了。还有人家原版中之所以闯淮南王墓，一是为了要道去陈州，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柳梦离怕墓中的妖孽飞出去伤害附近村民，所以他在坚持要把墓中的妖孽消灭。可以说这两处情节都是突出柳梦离人物特点的关键情节。结果呢，这剧都没演，在墓中女主成了主场了，还给女主弄个什么报恩的分身，你就说招不招笑吧。当然这是我解说剧的时候我才说男主女主的，其实原版中人家柳梦离和韩灵莎都是女主，但让这剧演完之后呢，柳梦离的这个角色就非常空洞，前期妥妥就成一个打酱油的角色了。更别提在原版中男主和柳梦离在凉亭里促膝长谈了，可以说剧情全都删了。当然你可以说剧组花不起大价钱布景，所以没拍女罗颜束腰的事儿。没看淮南王墓都是在房子里拍的吗？更没说什么宏大的女罗颜了。对，你说的都对，就算这些事儿你都不按照原版来，那服化道你总该和原版一模一样了吧？这又花不了啥钱。你看看人家1和3里面的赵灵儿和唐雪见，起码在服装上咱不能说一模一样，但至少没太偏离原版的设计。可你看看这剧的韩灵莎啊，不知道的我还以为咱菊姐是为了给剧组省经费呢，直接把前年拍迦南传的服装改吧拿出来穿了呢。反正咱也不知道这菊姐是对这红裙有啥执念，是东方不败的死忠粉啊，还是旺达的小迷妹呀？反正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真的，你就算说迦南传花容仙剑4女主衣服是用一套服装改的我都信。当然毕竟人家一开始也说了，这是仙剑4不是仙剑奇侠传4，所以无论是游戏粉还是 IP 粉，与其期待这部剧还不如期待一下仙剑奇侠传4的重制版游戏呢。或者实在不行你让国产动漫团队改个动漫也行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看仙剑的人也不是为了追星去的。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